大家好，我是瑞奇，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续保的内容哦。首先呢，我要感谢上一次我在讲新车的影片的时候呢，很多人在下面留言啊，给我很多不同的回馈。那我就在这段时间呢，收集了大家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就毫不藏私的跟大家分享3个续保你一定要知道内容哦。第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保费的秘密呢，全部都藏在你的系数里面。这个系数呢，其实是对我们续保来说呢，是影响最大的哦。所以呢，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到底这个系数呢是大概长什么样子。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张表格哦。这张表格呢，主要是在讲我们的车体险啊，系数呢，其实这个事情会决定了一个非常大的因素。我把一些东西呢，就是把它做一个简化哦。那这个是我做一个假设，方便大家能够去理解后面我的逻辑跟节奏。我们就把这张保单呢拆成3块，一个叫做车体险，第二个叫做第三责任险。那车体险呢，意思就是只修自己车子的总保费。那第二个呢，第三责任险的部分呢，就是赔别人修别人的车子的部分。那第3块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跟修别人跟修自己的车都没有关系的一些责任的险种，那就是属于其他的项目哦。那我先假设你的系数是0的时候呢，你的车体险一共是45000块钱。第三责任险是12000，那6000块钱呢是其他的险种。我们用这样的资讯架构呢，跟大家做个分析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表格就是针对，如果说你的系数隔年的部分呢是-0.2，然后你的第三责任险是-0.1，跟-0.4车体险跟-0.2的时候，还有-0.6、-0.3的时候呢，整个它的系数的变化。那另外的话呢，我有跟大家再放一个，就有出险过之后变成是正的情况下面的话呢，它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一个计算？所以大家会发现都是以它的基准，如果是以45000的话呢，比如说以这个系数0.2的话，就是它打8折的意思。那这0.2呢，就是乘1.2倍的意思哦。依此计算，统计在下面的部分的话呢，就会有它现在当时的系数跟它的总额。所以我觉得这几个东西的权重啊，就会影响到比较大。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讲到其他项目呢？因为其他项目的我刚提到，像是驾驶人伤害啦、车碰车的代步车险啦，或是道路救援这些险种啊，是不会根据你出险的情况下面，而会有它的保费增减的一个涨幅。主要的移动的部分呢，就是看你有没有出险赔别人，跟你有没有出险修自己的车子，这就会影响到你隔年的一个系数哦。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我也帮大家稍微列了一下哦，车体险的计算公式跟第三人的计算公式，这样的话对大家来讲会比较理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说你明年之后的系数会怎么做变化的话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我先给大家举个第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现在的系数是0，今年出险1次的话，那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哈？那我们这个图表的变化都是今年出险这一次，然后明年后年的情况下不出险。它的第2项的列表的部分呢，叫做如果你现在的系数是-0.2跟减0.1的话呢，那你的是去年的时候是没有出险的记录，也就是你前年的部分是0，可能你前年没有投保，或是其他的原因，前年是0。是前3年来算的话，你的前1年的部分是没有出险的。那第3个例子呢是-0.4、-0.2，而这个的话呢，它就是前2年没有出险。那前面算的第3年的时候呢，它可能是比如说没有投保，或是其他原因，它系数是0，等于是说我们就不用这样去做计算。那最后一个的部分呢，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如果假设你去年是没有任何出险，那你今年还是维持没有出险的情况下面，第2列跟第4列我们可以一起把它放在一起做个比较哦。那后面的部分呢，就是它实际上的一个次数的变化。是如果说当你现在系数是0跟0的时候呢，你如果出险1次的话，你隔年这出险的意思呢，都是指我修我自己的车也是出险的，然后我出险赔别人，这2个部分我们都一起做的情况下面，这叫做我这次计算的一个内容。所以隔年的话呢，虽然说我是0的话，依照下面车体险的公式，我明年的系数一样，车体险是0，但是我的第3人就变成正0.3，都是根据下面的公式做计算的哦。那后年如果没有出险的话呢，我的车体险就会有降系数的部分，所以变成是减0.2。那第3责任的话呢，未出险就是减0.1，所以明年的是变0.2。大后年的变化是正0.1，好，以此类推，我们去完成了这整个表格的系数。如果说我现在的目前系数，我出险1次或是未出险的时候呢，它带来的明年、后年跟大后年的系数上的变化，让大家去知道一下这东西的内容跟架构。这样系数已经知道了之后，我们再看一下，那到底实际上它的金额会有什么影响呢？这个表格就来讲，如果说呢，我现在目前的价格是多少，用刚刚的条件，我就可以去推算一下次年、后年跟大后年的变化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刚刚有系数出来嘛，那我根据第1张表格上面给我们的每个的系数，它的金额是多少？
那记得，因为你的系数如果是正0.1比如说正0.1就是乘1.1倍的意思，那减0.2就是打20% off 的意思哦。所以以此类推，算出来这个表格出来，你就会得到所有每个东西的价格。那在这边的话呢，我特别的拿个东西做个比较给大家看一下。好，第2列跟第4列的部分哦，本来啊我们的基准都是一样52800的这个保费，一个是有出险，一个是没有出险。那我们同样都在讲，今年出险，后3年不出险的情况下面，到底你的成本是多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看就很清楚了。如果啊你是完全没有出险，因为保费呢会隔年去减嘛，变成是隔年是42600、32400。那为什么32400这不会下降了呢？任意险的保费啊最低的系数就是减0.6、减0.3，所以呢你到后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最低的系数了。你维持这个情况下面，你的保费照来讲是不会有任何的调涨的情况哦。那我们看一下上面那个部分，上面部分就是指说，如果我出险这一次之后，我后面依照我这个公式去做计算之后呢，推论出来它的每一年的保费变化，那这样子相加减，大家是不是就可以从这表格里面看得出来了？所以我在明年的保费就会差13800，在后年的保费就会差13800，而大后年的部分呢就会差12600。如果以这个计算基础的成本，假设我现在出险，而且我后3年都会持续做投保的情况下面，我的最低的出险成本大概会落在42000块钱。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说，如果假设我今天这个车要做维修的时候呢，我要去参考一下我的维修费用，这样子出险呢是不是划算的？这张表格只是说做一个初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系数做一些影响是怎么样？为什么我这次做这个续保的影片呢，花的时间比较长？原因是因为我有去问了一下不同的北中南各区的一些富邦，他们在核保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参考的比较或一些他们自己的估算的方式，我发现其实没有办法完全统一，因为每个区域他们可能会根据他们自己的损失率去做一些微调跟浮动。第一个，如果说你有出险的话呢，大部分来说，你的保单上面的内容呢，跟没有出险的部分是不一样的。基本上它不会完全承接，它还会再加一些你本来可能在你保单上面没有的一些险种。那对他们来说是要做平衡损失率的。虽然我这边看起来这个出险成本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呢，可能会在更高一些哈。以我理解的部分是这样。那很抱歉，因为我没有办法直接跟大家讲说，到底出了险，我隔年之后会加哪一些的险种，一切都还是要以当时的核保规范为准哦。因为每一年每一季的一些部分哦，都是不太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出险的话呢，基本上你就是直接去承接之前的那一份保单。上次影片有人在问答区问到我说，万一如果我维修了大电池，那实际上我的系数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哦？今天只要出险修自己的车体，它是不管金额大小的，你修10万、修100万，它的调涨幅度都是一样。出险次数比较多，然后肇责就是自己有肇责的，然后跟你的出险金额过高的情况下面，其实隔年都是有风险会被拒绝承接车体险的部分哦。所以如果说你问我的话呢，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当下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整体的维修的评估跟一些建议的话，可以找你自己当时的保险的产险专员，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话呢，可能会找官方的保险的窗口去跟他讨论一下，在这个情况下面，我旧的系数是多少，接下来系数变化可能会怎么样，估价之后的维修是不是划算的，要不要真的做出险做维修？我觉得可以把很多的可能发生的情况，让你去做一下风险的评估，跟做一个参考，你最后再决定是不是要出险。出险啊，都是大家自己的权利哦。第二点，这个内容呢，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车主，你可能是去年的7月跟8月的时候的特斯拉车主，怎么收到今年的续保的通知的时候，发现，怎么内容变得不一样了？原因就是因为啊，现在所有的保单内容呢，都是用电动车的专用条款，它从去年9月开始的时候呢，全部都换成电动车的专用条款了，所以它的条款内容呢，其实跟以前不一样。那基本上啊，电动车它的专用条款的内容的话呢，跟本来燃油车的部分的它的基础费率大概是贵10%到15%之间，所以如果加上强制险，你可能会觉得在相同的系数下，可能大概会多了20%左右的涨价哦。到底电动车专用的险种呢，跟燃油车差别在哪里哦？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电动车它有专用的车体险的险种哦，它主要的部分跟原本燃油车呢，最主要的差异啊，就差在
充电期间它是有 cover 的，那这部分是标配。以前燃油车的时候，如果在它的条款里面，你在充电期间发生了损失，包含说你车体如果真的烧起来啦，造成其他的损失呢，保险是没有办法去做理赔的。现在电动车的部分呢，都是针对这一块呢去做完了整个的完善，所以请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再来的话呢，就要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个选购的项目，就是电池自燃。电池自燃的部分的话呢，大家可以针对你自己的需要跟需求啦，看有没有需要增加这一个项目。整个条款里面的话呢，它还会有一些选配的项目比如说车碰车，还有像是天灾这部分呢，是可以再额外增加。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的话，像许可免追、全损免折旧，还有车碰车，都是我自己蛮推荐的。道路救援的部分的话呢，基本上如果你觉得里程数不够，也可以把它从原本官方配的这个30公里呢，加到100公里。那对于里面东西的险种，如果你不是很了解的话呢，欢迎看一下右上方的地方，点下这个资讯的图卡我上一次影片呢内容针对每一个条款里面，我有比较多的一个叙述跟陈述。那最后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第3项，bundle的地方不可以删除，就是包含像是无人金保险、超额责任刑事诉讼跟驾驶人伤害，然后乘客的伤害险，还有第3人的责任跟财损。如果说你的电动车是有包含车体险，就是可以修自己的这个条款的话呢，这些 bundle 的东西呢是不能删除的在做续保的时候呢，一般来说会有3种平台。第一个呢，就是特斯拉官方的伙伴，他们都有自己的群组。如果说假设你要出险的时候，你就是把你的行照、驾照跟你事故的3联单的照片准备好，传给你的当时购买的服务专员，可以让他去协助你去联络板分厂，或者是说呢，去给你后续的一些建议前面的承保到后面的理赔服务基本上都是一条龙的。如果说你是针对你的系数要不要出险、求偿的部分要怎么去做处理，那我觉得官方的人员都可以给你一些还不错的建议官方也会在大概你就是续保生效前的1个月到1个月半的时候，续保的这个保单的条款呢，在 email 给你。所以你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透过 email 回复，也可以透过之前的时候在新车投保的时候跟他加 LINE 的时候呢，透过后续这个服务去做处理那第二个的话呢，刚刚上一支影片的问答区有人问我说，如果我在线上投保平台去做完这个续保，是不是会比较便宜呢？答案是会的那如果你是单纯从网络上面就点一点直接续保跟投保的话呢，费用大概会落在9折。但是呢，这有什么样的缺点呢？你的所有后面的理赔流程，等于是说你从后面的理赔、出险到联络部分，全部一个人自己完成那这个部分我是比较推荐给，如果说你本来就对理赔的流程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可以一样就使用线上的这个投保，那也可以帮自己做一个折扣。那第3个话呢，你身边的人可能他就是一个非常热忱而且具有热心的产险业务，你跟他已经有长期的合作跟信任了，但是他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可能你的业务他可能就不见得知道特斯拉的每一个板分厂，他们实际上可以对口的人是谁那这就会有差异。假设你的朋友他可能是 BMW 或者是说 Mercedes-Benz， 他们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产险业务，但是他不见得就会有知道特斯拉窗口到底要找谁。第一个是搞懂你的系数，当你的保险的系数呢，续保的保费会有一个很直接的影响。我在第1点的时候呢，给大家这些出险的利弊，帮助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分析。第2点要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所有的车子呢都是用电动车的专用保险了，所以如果说你是本来在今年的7、8月的车主，后面的条款变得不太一样了，保费可能变得比较贵。现在都是用新的电动车专用保险，所以它的条款跟内容呢有稍微不一样。详细的条款请记得去看一下我上次的影片第3点，我跟大家分析了一下，就是所有的续保的管道。那不论你是在官方的管道，或者是说呢，在线上直接投保，或是找你本来认识的产险或业务人员的话呢，也都可以。但是要记得，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优缺点。其实我还会再做一支影片，是教大家怎么样在发生车祸的时候的事故处理，然后到后面的一些就是报价啦，在维修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求偿的一些状况，比如说保姆要怎么求偿啦，比如说你车体如果减损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帮我留言一下你想要知道什么样的 case。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呢对你非常有帮助的话呢，记得在我影片里面帮我按一个赞。然后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是有任何想跟我讨论的，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我是魏琪，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大家拜拜。